我是男朋友白月光的替身。他看不上我，觉得我样样都比不上他那位放在心尖上的白月光。跟我在一起的5年里，出轨成性，带着情人招摇过市，甚至带到家里。可不论他如何对我，我都不会说什么。男朋友也理所应当地认为我爱惨了他。可他不会想到，他也是我精心挑选的替身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姐姐可千万别怪罪我，我也没想到我随口一提，他就真把你当佣人。看看你这双细嫩的小手，他也真舍得。女人漂亮的眼睛里满是挑衅。你的敌人不是我。我盛好了菜，才抽空看了他一眼。你是他这个月带来的第5个了。女人漂亮的脸颊瞬间染上红色，她愤愤瞪了我一眼，扭着小腰又去找顾城了。我知道顾城一定会哄好她。我的男朋友有这个本事。他帅气多金，温柔迷人，足以让许多情人趋之若鹜。5年来，我因为长得像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才得到了他顾总恋人的入场券。在这5年中，我做好替身的本分，就像一条忠实的狗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看着他和各种女人成双入对，我随叫随到，言听必从，为他准备烛光晚餐，订5星级酒店。甚至在他嘲讽我的女朋友啊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时，我就真的下厨，为他和情人做了一顿饭。今天他们吃过饭，顾城便让那女人离开。顾总，女人眉目含情，穿着黑丝的脚去勾顾城。顾城脸上带着温和笑容，懒散地倚靠在沙发上，身上的气场却骤然变冷。同样的话，我不喜欢说第2遍。女人讪讪地离开了。我靠着门，笑眯眯看她出去，贴心地说：“路上小心。”她瞪着我，表情扭曲。“你在装什么？”她恨恨道：“你只是长得更像他，只是个替身，永远都是别人的影子，永远得不到他的爱。”是啊，我永远都得不到顾城的爱。可他们都不知道，我并不稀罕。安安回来了。顾城靠在我身边，说道：“安安，就是那个让顾城牵肠挂肚、魂牵梦绕的白月光。”我低着头，双手绞着衣角。“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”男人轻笑一声，也发现了我的小动作。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腰间，温热的手掌安抚着我。“害怕我赶你走吗？”“嗯。”他心情很好，滚烫的气息缠绕着我的耳垂。“阿成，那你会让我走吗？”我缩了缩脖子，问。也许是我的紧张反应取悦到了他，顾城笑得更开心了，话语间带了些暧昧。“温里，看你表现。”“看你表现，就像在训练不听话的小狗，只要你乖，就给你点甜头。”我心中没有什么起伏，只是想起了另一个人。“温温，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。”记忆中温润的声音从脑海中响起，和面前人逐渐重叠在一起。不一样，哪哪都不一样。似乎从一开始，他和他就是截然不同的2类人。我敛回目光，心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“阿成，如果我表现得足够好，你会不爱他吗？”我明知故问。顾城笑声很轻，却满是高高在上的嘲弄。“温里，你没法跟他比。”一针见血，毫不客气。我本就勉强的笑意再也挂不住了。失望是累积起来的。我看着他那双无数次让我妥协的眼，却再也看不出曾经的光彩和温情。
他终究不是我爱的那个人。我轻轻推开他，没有在意他眼中错愕。阿成，不用担心，我会主动退出的。我又让顾城生气了，他似乎没有想到，我这个舔了他5年的舔狗，竟能这么平淡地放下。他以为我会嫉妒，会吃醋，会拙劣的争宠，只求他能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一瞬。毕竟这5年来，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他永远不会爱我，却又舍不得扔掉一个为他无怨无悔、任劳任怨的追随者。可我直接搬了出去。我告诉他，钥匙就放在桌上，他这些年送我的东西，我纹丝不动地寄回去了。他不回我，快递也拒收。我们就这样僵持着，直到1个多月后，他才屈尊降贵给我发了消息：闹够了没有？今天回家。在我犹豫怎么拒绝时，他又继续发道：温温，我喝了酒，胃很疼。温温，看着那2个熟悉又陌生的字，我愣了半晌，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。下班已经是8、9点钟了，我把外卖过来的醒酒汤倒进保温桶里，坐车回去。顾城一直觉得我是为了讨好他，才学会掌握各种厨艺，天天做他爱吃的菜。但其实我也不是每天都那么闲，我已经可以很熟练地用他人的手艺冒充自己的成果。反正他吃不出来，看见我乖顺的样子，还会得意洋洋。结果到家一推门，只见满地彩带奶油污渍，空酒瓶摆了一排，一片狼藉。浓烈的酒气伴随着香水味，我皱了皱眉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被人群簇拥着的顾城，以及娇弱的依偎在他怀里的女人。我曾经无数次在顾城的手机上看到过这张脸，这就是安安，她的白月光。顾少，还是你有本事，一个电话真让温里送醒酒汤过来了。对呀，谁能想到曾经给大的校花成了咱们顾少的舔狗了呢？众人揶揄着看我，笑容中满是轻视和嘲弄。我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把买好的胃药和保温桶放到顾城面前，转身便要走。但顾城此时却开口了：温里，盛一碗出来，安安喝醉了。他似笑非笑，目光紧盯着我。他是存了心要让我难堪。我目光暗了暗，小心眼的男人。顾城，你不是说喝醉了胃疼吗？你真的胃疼吗？我问。空气中安静的一根针掉下来的声音都能听见。温里，你瞎吗？他耸耸肩，混不吝地望着我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你。下一秒，随着众人的一声惊呼，我把保温桶里的醒酒汤尽数泼在了顾城身上。你他妈！顾城，老娘不伺候了！保温桶滚落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。我摔门而出，把一切声音尽数隔绝在身后。这一刻，我内心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痛快。没了顾城的打扰，我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里，很快完成了最近的设计单子。今天是甲方验收的日子，我熬了几个大夜，蓬头垢面地整理东西。办公室不知何时突然变得安静，直到头顶传来了一道陌生却又极度熟悉的声音：温温，头抬高点，会近视的。我下意识抬头，对上了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眸，数年未见的那双眼睛。等等，顾恒！我猛地站起身，打翻了一堆本就杂乱的文件，散落一地。温里，你认识顾总？这次的设计稿就是他指定我们工作室来做的。一旁的上司说道。
我没想到这个神秘的甲方会是他。一瞬间，往事洪水似的在我的脑海里涌腾翻滚。我没想到，有生之年，我竟会再次同他相逢。两两相望，顷刻间，我的眼眶变红了。温温，好久不见。男人背光而立，朝我伸出了手，我却抓着他的手，几近失态地跌进了他的怀里。这个拥抱，我足足等了7年。我没想过会再次见到您。我坐在顾恒对面，咖啡的热气冉冉腾上空中，也遮住了我逐渐通红的眼眶。温温，几年不见，你同我生疏了好多。男人还是用那双熟悉的眼神温柔地看着我。触及往事，我一时情绪翻涌。7年了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。男人愣了愣，忙解释道：温温，怎么会呢？我当时离开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打断他，摇了摇头，不重要了。二哥，我很高兴您能回来。这一次我抬起头，并没有叫他顾恒。我是被顾恒养大的。在我的12岁的时候，我母亲经历了她第5次的婚姻。男方是大学老师，也是在我母亲的婚礼上，我遇到了同为老师的顾恒。从小我就不在母亲身边，他视我为累赘，只有婚礼时，我才会被收拾得像个公主一样短暂现身。可那次不一样，唯一疼爱我的爷爷奶奶去世了，我妈不得已带着我，却又把我丢在婚礼酒店里。众人散去，唯留我一个小姑娘，穿着单薄的小白裙站在大雨中。是顾恒将我捡回去的。当时也是半大小子的顾恒，看着这样的我于心不忍，顶着外界的舆论和压力，半推半就地收留了我。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我，幼时缺失的爱均被他小心翼翼地填满。在那6年中，我被珍视着长大。尽管因为我这个小拖油瓶闹了许多麻烦，他也毫无怨言。可我却在18岁的那一年，对顾恒产生了不该有的心思，以至于本该结婚的他，2次恋爱均被我搅黄。他在我偏执又疯狂的爱恋下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温温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这些年来是我惯坏你了。我永远忘不了顾恒临走前的那一夜。往日里总是温温柔柔眼角带着笑的男人，却皱着眉，第一次对我说了重话。温温，你每次赌气时才会唤我二哥。思绪被顾恒的话拉了回来。我手中的咖啡已经凉了，表面浮着一层奶渍，倒映着我失神的眼。我喃喃道：怎么会呢？我怪谁都不会怪你的。这位善良了一辈子的男人，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收留了我这个白眼狼，以至于让他在这7年中被迫背井离乡，颠沛流离。尽管如此，在大学4年，他还是会在我的银行卡里准时汇款。他是个正直的好人，什么都没做错，罪有应得的是我。我只是在遗憾7年后，我再次见到他，还是会不可控制的心跳不止。7年的日夜并没有浇灭我的心头之火。顾恒回来后，我又搬到了那个久未涉足的家，里面的一切都没有变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，只字不提这7年发生过的一切。我想顾恒一定是知道的，整个 A 城都知道我是顾城的舔狗，可他不会提起，我也默契地装傻。但我没想到，时隔3个月，顾城竟会找到这里。那天，正当我挽着顾恒的胳膊，笑意盈盈地出门时，一抬眼，便撞上了整张脸黑透的顾城。我心头一惊，准备拉着顾恒躲开时，
顾恒却难得强势地抓着我的手腕，一步步向前。温温，这么多天，我都在等着你跟我解释，动作满是不容置疑。我被迫上前，夹在两个男人中间，看着两张相似异常的脸，只觉得世界末日都没有此时恐怖。二叔，顾城。两个人异口同声开口，我缩了缩脑袋，只恨自己不是鹌鹑。怪不得他们长得那么像，怪不得我会因为那双酷似顾恒的眼睛，在顾城待了那么多年。原来，温里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顾城咬牙切齿看着我，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我想我已经死了无数次了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努力降低存在感，声音越来越低。的确，看着这两张极度相似的脸，我的一切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。大家都知道我是顾城白月光的替身，就连顾城本人也认为我爱惨了他。可他永远不会想知道，他也是我精心挑选的替身。骄傲如顾城，我原以为他会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又来了。几个月不见，他憔悴了很多。尽管穿着得体又昂贵的西装，可眼底的红血丝还是暴露了他的疲惫，像是战败的狮子，尽管落魄不堪，可还是倔强地昂着头。二叔，温温是我的女朋友。顾城单刀直入说道。我被吓得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指着他话都说不利索。不是的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顾城面色一僵，整张脸长红起来。我没有同意。温里，我从来没同意分手的事。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，我们就从来没分开过。你明明那么喜欢我的，你还说离不开我，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温里，我不信你要跟我分开。顾恒用探究的目光看向我。分手5年，喜欢。我立马手举过头顶发誓，我们早就分开了。温里，你耍我是不是？见我这么快的撇清关系，顾城急了，也站起身来怒视着我。你他妈别告诉我，对我的一切好都是因为他。他的一声怒吼过后，屋子里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在僵持的几分钟后，顾恒打开了家门，做出了请的手势。既然如此，请回吧。顾恒轻轻挡在我的前面，一如从前保护我的姿态。好样的，温里。我可以走，但我只问你一件事。顾城捏着拳头，眸子仿佛要喷出火一般。这5年中，我一直是他的影子，还是你也有一瞬爱过我？顾恒见我脸色不好看，正想继续驱赶时，我拦下了他的动作。二哥，让我跟他说清楚吧，迟早要面对这一天，逃避是没用的。好，温温，我进书房等你，有什么事就叫我。顾恒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尊重我的决定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看着他走进书房，等书房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缓缓收回视线，对上了顾城恼羞成怒的目光。有些事也只能我们之间说得清楚了。顾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内心早就没了丝毫的悸动。温里，是不是我不找你，你这辈子就不会来找我了？我他妈一直在给你打电话发短信，你有回过我一次吗？我天天都在等你来找我，这几个月，你有一刻想过我吗？顾城眼眶一红，连珠炮似的质问起来。温里，我们有误会，难道不能当面说清楚吗？那可是5年啊！我们在一起了足足5年，就那样结束了吗？你嘴上说的多爱我，可我看你比谁都狠心。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吗？
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想你温声软语地跟我说话，我想你给我做的醒酒汤，我想一回家就是你热气腾腾的饭在等着我。顾城越说越激动，一时间声音都大了几个分贝。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，此时却连声音都带了哽咽。我听着他的崩溃，内心没有一丝波动，只觉得漏洞百出，丑态毕现。眼看着他的手就要靠近我，我皱着眉躲开了。拉开安全距离后，我才缓缓开口：“顾城，你在自我感动什么？是我对不起你的吗？带女人回来的是你，折辱我的也是你。这5年里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你的那些龌龊事放在任何人身上早就受不了了。我目的不纯，所以才一再让步。顾城，别在这里假惺惺了。难道我们不是各取所需吗？”我一字一句说道，看着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充满厌恶。还是说，顾少，你玩不起？顾城整个僵在原地，眼睛都红了。他被我的话伤到了。温丽，你比我恶劣多了。你是骗子，骗了我5年，我一直都是那个男人的影子，对吧？你如何忍心？他的话语间带着浓浓的委屈。曾经我会心软，此时却毫无波澜。我看着他叹了口气。顾城，5年了，我已经足够了解你，你只是不甘，只是不适应，失去一个任劳任怨、甘之如饴的保姆，不是吗？他不爱我，只是偏执的占有欲作祟，让他尽管不爱，也舍不得拱手相让。就像是放在阁楼的破旧玩偶，从前毫不在意，可有人想要带走时，却觉得无比重要了。顾城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安安在等你，不是吗？我轻声道。顾城辩解不了，是他亲手将我推远的，无法跨越，无法弥补。但自那天以后，每天接我下班的车又多了一辆，风雨无阻，准时准点。那辆车只是沉默地停在公司门口，车上的人安静地目送我上二哥的车，又一路跟着我回了家，才在路灯下灰溜溜离开。二哥有时也会问我，我是否会原谅他？我每次都是摇摇头。二哥，你希望我原谅他吗？温温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只会耽误你的大好时光。我看着窗外那辆熟悉的车，轻声道：“二哥，你不是他，从不是他。”如此，又是一片寂静的沉默。顾恒每遇到此刻时，总会装聋作哑，默不作声。我知道他在逃避。在这样僵持的岁月中，我没想到顾城那样3分钟热度的人，竟也坚持了很久。今年的除夕夜，送我回家后，那辆车久久停留在楼下。往年的除夕都是我陪着他的，也是我一直有意无意地看着半窗外。顾恒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在保温桶里装了些饺子递给我。温温，说清楚吧，不论你是如何决定的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等你做好决定，我也有话同你说。顾恒目光灼灼看着我，我在他的眼中看出了一些不同的情绪，转瞬即逝。我拿着温热的保温桶，看着他的眼，故意问道：“那如果我跟他走呢？”顾恒许是没想到我会说得如此直接，眼中露出了不易察觉的慌乱。我低低笑了声，没有回答他，抱着保温桶匆匆下楼。温温，你来了。顾城似乎没想到我会下来，他手足无措地从车里出来，满是慌乱无措。1.85米的大男人在我面前缩成个小鹌鹑，
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看起来像是好久没有睡个好觉，死气沉沉的。我把保温桶递给他，顾城，过年好。他支吾着接下，站在原地犹豫了很久，才拿出一份文件。温温，我已经不和过去的那些人一起混了，我澄清了，你不是我的舔狗，我跟安安也断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我并不爱他，只是因为得不到而不甘心。他信誓旦旦地跟我坦白，看着我目光中满是眷恋和小心。温温，我说这些话也没有非让你做决定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补偿你，想告诉你我的心意，我的决心，这个是我们的家，我已经签到你的名下了。温温，我真的爱上你了，也离不开你，我只求你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会证明我的爱，我会把这5年来缺失的爱都补偿到你身上。顾城，你不是问过我是否爱过你吗？眼看着顾城越说越激动，我轻声打断他。那么现在，我告诉你答案。我并不是完全不心动。在我们的5年刚开始时，我记得你深夜为我揉肚子，记得你在众人面前为我撑腰，你说着我是替身，却又忍不住幼稚地一再试探我，用折辱我的方式来试探你在我心里的位置。我是爱过你，爱顾城这个人，而不是顾恒的替身。可是，顾城，我也会受伤的。对不起。我闭上眼，缓慢说出了那3个字，彻底将我们的缘分之绳斩断。绝情的话说了1000万遍，可人非草木，5年，石头也会动情。如果没有爱，又如何能支撑我挺过这5年的漫长岁月呢？我心动过，也仅仅是曾经。顾城听着我难得说了很久的话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在我几近以为时间停滞的时刻，他落下了一滴滚烫的泪，砸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一声。顾城，我从未见过他这副失态的模样，一时也有些紧张了。他用袖子紧紧捂着眼，肩膀在微微颤抖，打断了我逐渐靠近的动作，带着明显的哭腔。下一秒，他跪倒在了我的面前。温温，你喜欢他也没关系，你把我当替身也没关系，别丢下我，别不要我，我只要你爱我，我只求你爱我。男人说到最后红了眼眶，话语间破碎的不成样子。周围来来往往的人被这边的动静惊扰，看了过来。可一向爱面子的顾城却毫不在意，只是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。我被吓得踉跄着后退2步，眼角余光看到窗外一闪而过的人影时，我狂跳的心脏意外地安静了下来。我比谁都清楚，有些事错过就无法挽回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睁眼时恢复了往日的冷静。顾城，我们分手吧。所以，我要牢牢抓住重要的人，不要再次错过。我在众人目光的洗礼下，说完那句话便翩然上楼。顾城还跪在地上，哭着缩成了一团，看起来好不可怜。我的心有一丝的触动，但更多的是无动于衷。在我决定好分开的那一刻，他的眼泪或脆弱皆与我无关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家门，一入眼便又是那抹在窗台看见的仓皇逃窜的身影。顾恒，我大声又直白地唤着他的名字。男人即将躲进书房的身影僵硬了一瞬，平日里冷静自持的他，握着门柄的手却在微微发抖。顾恒，我拒绝他了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一件事吗？我对着他的背影说道。我知道顾恒要说什么，只是他在害怕。
7年后的再次相逢，他面对我时明显多了一层逃避。顾恒叹息了一声，他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温温，我老了，我的温温长大了，变成漂亮的大姑娘了。”他无不落寞地感慨道。当顾恒说出这句话时，也代表着他那隐晦的心事在我面前显露无遗。我早就发现了顾恒对我有情，只是这个别扭的男人总是顾虑太多，瞻前顾后，犹豫不前。他为我铺平了我未来的道路，而这一步需要我主动跨出去了。的确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，在岁月的搓磨下，鬓间已然多了几根白发。他已经35岁，到了一个男人的而立之年，却还是孑然一身，除了事业，无人相伴。可那又如何呢？顾恒在我心中是永远不会变的，他始终站在我年少的记忆里，仍旧是那位闪闪发光的少年郎。他可以衰老，可以落魄，甚至发福变形，我都不在意。不论过去多少年，他永远是我一切的目光所及，心跳所致。我最坚定的选择。顾恒，我是长大了，你看看我，好吗？我闭上眼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回答。下一秒，我被拥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也随之滴落。在我这荒唐的一生中，做错了很多事，也走了很多的歧路，时常看不清自己的心意，也说了不少口是心非的话。可这一刻，我终于赌对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